上回说到，刘振峰好心向樱木示范上篮技巧，却被樱木嘲讽为庶民打法，这成功挑起了刘振峰的怒气。樱木花道与刘振峰互看不顺眼，终于结下梁子。樱木虽然讨厌刘振峰，但他对篮球还是很执着的，知道自己上篮技术不行，起早到街边球场偷偷练习技术，结果却意外遇到了晨练的晴子。更让樱木意外的是，晴子还主动提出来当自己的私人教练，指导自己上篮技术。樱木心花怒放，晴子准备就绪，一脸认真带球奔跑，结果脚下一软摔倒在地。樱木吓了一跳，立即过去安慰。晴子坚强地站起身，表示自己还可以。看到樱木一脸担忧，晴子不满地说：“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很笨的女人吧？”樱木语塞。晴子告诉樱木：“兄弟，你格局小了，别看我又矮又单薄，但我上篮技术还是很溜的。”在初中的时候，晴子热爱打篮球，但又没什么优势，只能在快攻的时候拼命的跑，拼命练习带球上篮。晴子的上篮技术深得赤木真传，所以知道樱木这种外行完全是绰绰有余的。晴子说完，运球向篮下奔去，跑到篮下时，一个潇洒的起跳，十分顺畅的将球投入篮筐。晴子的故事给樱木带来很大激励，樱木信心十足的展开练习。另一边，同样有晨练习惯的流川枫像往常一样将车子停在球场外，从包里拿出篮球，这才发现球场已经被人占了。看清是樱木和晴子后，流川枫一脸无奈。樱木一遍遍上篮都无法将球准确投进，流川枫鄙夷的小声嘀咕道：“是你手势不对，快回家去吧。”晴子在旁边不断给予樱木鼓励，樱木重拾斗志。他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要诀，只要抓住要诀，应该就可以很轻松地掌握技巧。樱木不知不觉想到了流川枫，流川枫上篮的时候好像跳得很高，十分轻松。樱木老脸一红，心虚又羞愧地大骂：“下流！流川枫滚开！”等在篮球场外面的流川枫一头雾水，关我什么事儿？流川枫的动作给了樱木灵感，不如跳高一点试试。樱木果断尝试了一把，上篮果然比之前轻松很多，但还是无法准确投进。晴子看到这一幕后，突然想起赤木曾经告诉他的话：首先要把膝盖放松，用全身的力量跳起来，把球朝篮筐里一放，轻轻松松放进去。就是这个感觉。樱木恍然大悟，手不需要太用力，轻轻把球放进去。樱木抓起篮球，用晴子教他的方式再次试了一遍，这一次果然非常顺利的进了球。两人高高兴兴的牵手庆祝，这可是樱木用庶民上篮法进的第一个球。早已在外面等他不耐烦的流川枫很无语，成功了就早点回去好不好？真是的，樱木这个早上真是不虚此行，学会了上篮，又牵到了晴子的手，真是双喜临门，搞得樱木直到去上学都感觉自己的双手在闪光，看到谁都觉得越看越顺眼。课堂上，樱木幸福地沉入梦乡中，期待与晴子再来一次爱的秘密特训。结果如樱木所愿，在梦中他又一次见到了晴子，还是那个熟悉的清晨，还是那个吹着咸咸海风的篮球场。樱木与晴子在篮球场上相会，樱木拿着篮球，晴子对他比了个耶的手势：“加油小田！”樱木一愣，小田是什么梗？篮球队的小田？樱木没有多想，按照晴子告诉他的方法，再次运球上篮。起跳时，晴子突然跑过来，手里抱着一个篮球，樱木懵了，竟然球在晴子手上，那自己手上的是？樱木扭头一看，自己居然拖着一只猫上篮，这一下阵脚全乱了。樱木一头撞在篮球架上，黑猫受惊吓跳了出去，结果樱木分明看到那只黑猫长着流川枫的脸，再跑过来关心自己的是留着晴子头发的赤木大猩猩。樱木呼啦一嗓子从课堂上惊醒，看到气到发抖的老师就惊魂未定，不好，大大的不好，这不是好兆头。抛开这些不谈，再有一个星期就是和去年全县第4的陵南高中的练习赛了。新球队的实力将在这次比赛中首次接受考验，如果赢了，将会是夏季比赛的强心针。樱木为了崭露头角，特意在这天的训练之后留下来，独自一个人做特训。天才的背后都是汗水，你再努力，总有人比你更努力。樱木训练至夜晚，一个不速之客不请自来。这个家伙自称关西小柯南，湘北全员的资料尽在掌握之中。一看到樱木，他又带着3分崇拜7分敬仰的语气说：“看兄台仪表堂堂，气质不凡，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股王霸之气，想必阁下一定是湘北新招进来的那位传奇球员流川枫吧？”樱木眉头一锁，关西小柯南见樱木没有反应，继续他在垒区蹦迪的危险行为。怪了，我听说流川枫不但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很有女人缘，可是这一头非主流的怪异红发，真的会有女人喜欢？樱木直接头锤伺候，哪里来的猴子，给老子死！关西小柯南挨了一顿揍，一脸茫然。樱木不爽地说道：“流川枫算个鸡儿，你知道赤木吗？”关西小柯南震惊了，赤木可是之前压制过陵南鱼柱的男子，难不成你就是赤木？樱木上去又是一顿暴击，我他妈长得像猩猩吗？关西小柯南被打怕了，不敢再多逼逼，小声问道：“敢为英雄尊姓大名？”樱木得意一笑，本大爷就是被指定为赤木队长接班人、下一任队长候选人的男人。
关西小柯南震惊了，他刚刚闯入体育馆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樱木惊人的弹跳。再看樱木这身高体魄，别说他是下一任队长接班人，你就说他被内定为下一届 NBA 总冠军我都信。这个关西小柯南名为向田研一，是陵南高中高一新生，篮球队的候补队员，兴趣爱好就是收集小八卦。为人傻的就像那个会说人话的驯鹿一样，单纯的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樱木说什么他信什么。经过樱木一番具有强烈洗脑性质的吹牛话术，研一很快从路人甲变成了樱木的专属小迷弟。樱木这边吹得天花乱坠，研一表示一定要在比赛中一睹樱木的英姿，樱木爽快的答应了。可是在赤木那里，他压根就没想让樱木在这次比赛中登场。樱木的确变强了很多了，进步很大，可是他现在这个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在场上和陵南这种水平的球队拼杀。陵南高中除了鱼柱，还有一个人让赤木颇为忌讳，也是因为这个人，陵南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目前有可能和他进行拉扯的只有流川枫一个人，这个人名为仙道章。很快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与陵南练习赛就在第二天。目前队员们情绪高昂，赤木组织大家进行决战前夜的超级特训，大家表现都很好，尤其是樱木，上篮技术突飞猛进，基本上已经做到5球进4球了。才子很高兴，询问樱木进步如此之快的秘诀。樱木像所有在班级里名列前茅的优等生一样，舔着大脸大言不惭地说，能有什么秘诀呢？就是很轻松就达到了，我绝对没有进行过训练，我放学回家就是玩游戏，从来不看书。在心里却悄悄地说，我努力训练的事情怎么能说呢？尤其是和晴子做的特训，绝对不和任何人说。这都训练到半夜了，流川枫的专属饭圈3人组依然守在门口疯狂尖叫。樱木一脸鄙夷，只想看看明天这3个娘们和陵南的饭圈撕逼的场面。才子和安西教练对他的表现和斗志都很满意，就照这个节奏，明天的比赛成绩一定相当不错。全员训练到月亮高挂，赤木组织大家打扫了场地，宣布第2日8点集合，然后就地解散了。所有人累得都要散架，恨不能回家倒头就睡。赤木把走到门口的樱木叫住，樱木你留下。待所有人离开后，樱木一头冷汗，大猩猩这家伙要干什么？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没理由找我茬呀。樱木越想越恐惧，脑补了一下被迫害的大戏。赤木冷漠地说，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樱木，我要教你一个东西，篮板球。所谓篮板球，就是想办法冲进篮板下去，争夺那些队友和对手没有投进的球。正所谓得篮板者得天下，如果一个队中有一个篮板王，即便队友都是猪，也能把对手虐成猪饲料。樱木一听要训练抢球，表示没兴趣。我这种天才只适合大灌篮，主要和大猩猩单独训练，与和晴子单独训练比起来，一个是煎熬，一个是享受。狗都知道选什么。赤木默默看着转身离开的樱木，没有像以往一样暴跳如雷，只是平静地说，看来你还是不懂，在篮球中有这么一句格言，称霸篮板球就可以称霸全场。你抢回越多的篮板球，队友就越有机会拿到球，得分的机会自然就会越多。换句话说，篮板球的数量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算。虽然只训练1个晚上也没有多少成果，不过我想既然是天才，应该多少会有点用。如果对体能没有信心，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赤木可以说是把樱木拿捏得死死的。樱木心里暗自得意，看来大猩猩关键时刻还得靠我。想着想着，不自觉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他妈能给你耗到明天早上，干就完了。这一幕被留在外面的木木看在眼里，木木会心一笑。赤木明明说自己不会启用樱木，真能装模作样。赤木对樱木的篮板球特训开始，这1个晚上的训练奠定了樱木日后篮板王的地位。以樱木的弹跳、对抗力、爆发力，绝对是称霸篮下的最佳人选。赤木对樱木充满了期待。一夜艰苦的特训很快就过去了。第2天，赤木带着元气满满、杀气腾腾的樱木、流川枫组成湘北3巨头，与木木才子等人一起乘着电车向陵南高中赶去。气场之大，车上的小混混都不敢大声造次，路人见了无不缩头3分。众人浩浩荡荡来到陵南高中，樱木发现原来安西教练的地位非常之高，就连陵南的教练看到了都毕恭毕敬。在这里，樱木看到了传说中的陵南一霸，身高2米的鱼柱，但赤木一点没虚他，斗胆就放马过来，今年必须把你虐成咸鱼。湘北队更衣室，安西教练公布首发名单并派发队服。湘北首发阵容毫无意外的派出了赤木、木木、安田、朝崎和流川枫，这是目前湘北最强的5人了。樱木苦苦等了半天，发现首发居然没有让自己上场，立即扑上去骚扰安西教练。赤木为了敷衍他一眼，给他用胶带贴了个16号。樱木立即火了，和赤木大吵大闹。外面的陵南队员都懵了，还没开始就起内讧了，所有人都无计可施。安西教练呵呵一笑，平静地说，樱木，你是秘密武器，所以没有让你登场。樱木果然是顺毛驴，一句话立即被哄得眉开眼笑，所有人都把樱木套路的明明白白的。樱木自己也很开心，又跑去欺负流川枫，从他手里抢队服。本来流川枫是10号，被樱木硬抢了过去。木木安抚了双方，重新分配号码。从此以后，樱木10号，流川枫11号。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在出场打比赛的时候，队服也是10号。湘北队出场了，杨明等人刚好赶到现场，一见樱木也有模有样的穿上了队服，号码居然在流川枫前面，大家立即跟着起哄。樱木得意洋洋，这是实力的排名，虽然号码只差了1号，实力相差了20多个数量级。流川枫双拳紧握，浑身发抖，樱木更得意了，跑到对方那里挑衅仙道。刘南这边所有人也都换好了队服，而仙道却姗姗来迟。待双方球员准备进场时，樱木直接怼到仙道的鼻子前面，大言不惭地说道：“你好，我是秘密武器樱木花道，我要打倒你。”仙道脸上肌肉抽搐一下，然后伸出手友好地说：“请多指教。”湘北对战陵南，战斗打响。